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怡保花园产拓。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怡保花园产拓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怡保花园产拓 IGB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简称 IGB REIT， 是一间产业投资信托的上市公司，主要是专注于零售业的产业投资信托。IGB REIT 的历史背景精彩丰富，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它的第一间零售产业，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Mid Valley Mega Mall 开始说起。回溯到想当年的1980年代后期， IGB Corporation Berhad 投资了数十亿令吉来发展 Mid Valley City， 但是由于设计的问题一直没有完善处理，整个工程进入了低迷时期，直到1996年才解决。当时的 Mid Valley Mega Mall 项目就处于工程的第一阶段，由 IJM Corporation 在1996年7月开始负责建设，不过很快的又遇到了另一个阻碍，那就是地下水位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地是一个废弃的细矿，而且也处于河流附近，是一个困难的建筑工地。IGB Corporation Berhad 当时甚至动用了所有可用资源，以确保其主要发展项目的第一阶段可以如期完工。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 Mid Valley Mega Mall 终于在1991年11月顺利开张。开张的首日只有大约68%的租户从底层到第2层运营，而其他租户仍在进行装修，但这并没有阻碍 Mid Valley Mega Mall 日后的发展。2003年11月 IGB Corporation Berhad 与 MTech Engineering Limited 签署协议，将收购 MTech Engineering Limited 的旗下子公司 Chris Component Berhad， 一间从事制造精密金属零件的上市公司，并把 Mid Valley Mega Mall 注入其中。而 Chris Component Berhad 则将其所有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给母公司 MTech Engineering Limited。基于 Chris Component Berhad 已经不再从事制造精密金属零件的业务，在2005年6月把公司名改为 Chris Asset Holding Berhad， 专注于经营 Mid Valley Mega Mall。2007年9月，位于 Mid Valley Mega Mall 隔壁的 The Gardens Mall 正式开幕，是公司旗下的第2间零售产业。到了2012年 ，IGB Corporation Berhad 成立了 IGB REIT， 并将 Chris Asset Holding Berhad 的仅有2间零售产业资产托售于 IGB REIT， 以释放资产组合的价值。2012年9月 ，IGB REIT 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上市，成为产业投资信托上市公司，代码为5227 IGB REIT。2020年3月，随着新冠病毒的到来和行动管制令的实行， IGB REIT 旗下的2间购物中心迎来首次的大规模暂停营业，导致业绩受到严重打击，目前正在慢慢的复原中。IGB REIT 是一家纯零售业的产业信托，目前在吉隆坡拥有2个产业，那就是古中城美嘉广场 Mid Valley Mega Mall 和古中城花园广场 The Gardens Mall。Mid Valley Mega Mall 是马来西亚最火爆的购物商场之一，也是曾经荣获亚洲面积最大的大型商场。Mid Valley Mega Mall 坐落于吉隆坡和八达岭寨也之间，地点四通八达，并连接着 KTM Commuter、LRT、Rapid KL Bus 等交通工具。Mid Valley Mega Mall 是一间由5层楼高的建筑所构成，可以容纳多达430间商店。当中的商店类型包罗万象，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店、食品店、健身中心、保龄球场、电影院和百货商场等等，商品之多几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的。在 Mid Valley Mega Mall 的最高层有一个会展中心，会不定期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和展览，可以吸引无数人前来光顾。另外 Mid Valley Mega Mall 还有这几家特别的商店，那就是钱币兑换店，价格相当公道，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大排长龙，是出国旅游前的必到之处。Mid Valley Mega Mall 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78%左右。The Gardens Mall 是由一座5层楼高、可容纳200间商铺的购物中心所组成。The Gardens Mall 的设计特色是以大自然为主题，营造花园的感觉与气氛。在顶层有一间小型绿化公园 Terra Garden，
底层是美食区，并连接着通往 Mid Valley Mega Mall 的通道。其他楼层则是拥有多种高贵品牌的高档购物商场，是购买名牌物品的好地方。不但如此，该商场还有4大零售品牌，如伊斯丹、Robinson 连锁百货公司、Jaya Grocer 和 GSC Signature。在2019财政年 ，The Gardens Mall 为公司赚取了1亿6500万令吉，是总营业额的38%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IGB REIT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IGB REIT 在2020年第2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亿3497万令吉暴跌了54.18%至6198万令吉，净盈利也一样大幅度下滑，从去年的7793万令吉下降了75%至1950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归咎于公司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给予租户的免租金计划和停车场的收入下滑所致。另外，虽然公司的各种物业经营费用在这期间也相对的有所减少，不过还是无法抵消来自于租金减少的巨大冲击。收入下的产业净收入也比去年下降了62%至3736万令吉。至于净盈利的减少，是由于公司的财务费用对比上一年并没有任何变动的缘故。财务费用是公司需要偿还的借贷利息，虽然近期国家银行有降息行动，不过因为公司的借贷是以固定利率进行的，所以是不会受降息影响而减少利息的偿还。其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季度的经理费似乎有所减少。仔细了解后可以发现，经理费是从总资产和产业净收入中以百分比来计算的，所以如果公司的收入减少了，经理费也一样会跟着减少。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半年前减少了1%至51亿676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最大的资产是在固定资产中的产业投资，也就是 Mid Valley Mega Mall 和 The Gardens 的产业估值，占了总资产的96%。其他值得留意的就是公司的流动现金，因为在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一家公司能否持续经营下去，主要还是要看手头上的现金流量有多少。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目前的现金和银行余额比起半年前减少了28%以上。IGB REIT 身为一家产业信托，绝大部分的收入都会用来分配给股东们，所以手中的流动现金不可能有太多。加上在疫情期间给部分的租客免租金，导致收入减少也是其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6个月前减少了4.28%至13亿760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大部分的负债都是贷款，单看长期贷款就有12亿令吉，而短期贷款则有1500万令吉，两者一共占据总负债的85%以上。但是如果拿总贷款对比总资产的话，就占据了23% 左右。根据产业信托准则，产业信托公司的借贷和总资产比率不能超过50% 以上，所以 IGB REIT 的借贷还是在健康水平中。不过就现在的非常时期，需要多加留意就是了。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40.48%至1亿1897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减少了，还有流动负债的现金流出额度加大所致。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就从去年的305万7千令吉增加了 0.48% 至306万9千令吉，与去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数额也不多，所以这里我们就略过吧。Financing Activities 是处于现金流出状态，不过现金流出幅度减少了，从去年的1亿9192万令吉降低至1亿7308万令吉，减少了大约 9.88% 左右。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支付给股东们的股息减少了，原因当然是离不开新冠肺炎疫情。但是如果深入探查可以发现，公司还是照常将 92.58% 的收入派发给股东们，只是因为收入少了，股息也就一样减少了。
总结来说，产业信托可以被理解为支付一部分产业的价钱来投资大规模商业房地产，从而享有稳定的收入以及诱人的收益。只不过，在2020年开始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产业信托的地位，尤其是像 IGB REIT 这种零售型产业信托，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零售业的首次萎缩。尽管后来绝大多数的商场已在进入复苏阶段限行令后全面运作，但客流量仍未回到限行令前的水平。就算客流量可以逐步回升，但是接下来所要面对的问题，如顾客消费能力、社交距离设施等，相信也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复原。另外，很多零售商业也在疫情期间开始进入数码化转型，这无疑会对零售商场造成另一波打击。接下来的挑战可以说是非常艰辛，但是无可否认 ，IGB REIT 是一家管理完善、资产优良的产业信托，所以只要等待雨过天晴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只有耐心等待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